sun in my life.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.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, every shadow fades away. The sun in my life.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.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, every shadow fades away. 你怎么那么畏畏缩缩的？就不能大气点儿？我怕聂叔叔还没消气，碰见他不好。没事儿，我吹吹风，把事情往杏林的身上推一推就好了。聂成元本来就多疑，我多说说，他就会觉得是他的错，不是你的问题。再说了，那杏林的估计本来动机就不纯。妈，你真聪明。听着简单，这里面说话的技巧够你学一辈子了。我肯定学不会。妈，你怎么把香坛撤了？他头痛，硬说是我烧香的味道给搞的。男人老了就是毛病多，整天疑神疑鬼的。我之前还笑话江云沉不住气，这2天听到聂成元打电话，我才知道他离婚，分走了一大半的资金和不动产，搞得聂成远手里都没有多少流动资金了。我还说人家蠢，蠢的是我，离了婚还有钱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想找什么样的男人就找什么样的男人，不比伺候一个50岁的老男人强啊！妈，你别说了，小心聂叔叔听到。没事，他躺着呢，我心里有数。我就是这2天伺候他烦了，发牢骚，一天到晚端茶递水的伺候着，连个好脸色都不给。唉，谁让我自己挣不着大钱呢？你要出去啊？芊芊来无锡了。大家今天随便点，我请客。不是说好我请吗？上次你们来无锡是赵少请客，这次绝对不行了。再说，你今天刚把卖手店的分成打给我，每个月几千块的分成算什么？我今天请客是要谢谢我们赵公子，上次他带我投的理财，没几天就赚了10%，早知道我就多投点了，可惜才放了300万。哦哟，那就是赚了30万。你眼红什么？30万对于你来说不就是洒洒水啦？对呀，平常一瓶酒不都这个钱吗？哎呀，哪有？最近家里看得严，老爷子看我不顺眼，零花钱都被砍了一大半，弄扣扣这消费都降级了。也是，每次问家里那点钱，少不了被竖着眼睛教训一顿，还是自己赚钱开心。看人脸色，真不好受。哎，能买那个东西稳吗？到底怎么买的？我上次大概听了一耳朵，没太听明白。有这种赚钱的新路子，不要忘了我啊！之前芊芊带我赚那笔早花完了。别把你忘了，我上次给你讲的时候，你自己不耐心听，现在我懒得说了，下次我找个证券公司的人给你讲啊。哎呀，下次什么时候耽误我赚钱？哎，现在讲嘛。你跟他说吧，我和聂远点菜。服务员点菜。就是这个 app， 我用了这么多平台，只有这个是绝对稳的。
绝对稳是什么意思啊？来个奥龙，不会亏钱黄油局。他不会有这种好事。不过呢，这个平台确实有非常厚的安全垫，它设置的止损线在95%，意味着你只会亏5%，但是你赚钱却是无上限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实时更新的净值 T+0的赎回时间非常的灵活，一点都不占用资金。亏个5%，怕个鬼哦！我投个100万试试，哎，我也想投点儿。你也来100万。我刚买了珠宝，这个月零花钱剩的不多了，我先投个15、20万吧。对，少投一点玩玩，回头你去证券公司开个户。不过我懒得去，给身份证拍个照，让人去办就好了。我还是自己去吧，在哪儿啊？上海和苏州都有吧？无锡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你抽个空来苏州办吧，正好我也去实地看看。好，那我们一起。因为我们的建筑有特殊性，涉及到这部分安装工艺的人工比市价上涨一些，我们内部消化一下，应当是能够说服财务口批的。但是其他常规的材料和人工，你们也给我们报高价，这就有点离谱了。天地良心啊，我们也是跟着市场报价走的呀。包总，先别急着喊冤，我们一项项看嘛。我们先看水泥。我对比了之前2期厂区的报价，我们没涨价呀。对，但是最近水泥价格跌了不少。谈的怎么样，丁总？这总价算下来，我们都没利润了，实在做不了啊。我们双远从来讲的都是双赢，肯定会给合作方留下合适的利润空间。包总，你们回去再商量商量。行情不好，合作还是考虑以促成为主嘛。其实我们这个项目也不是那么着急，所以可以慢慢等你们的回复。这小姑娘看着文文静静、笑眯眯的，没想到这砍价是真能砍，成本利润给我们算的是明明白白，给我们留了空间，过得去吧。不过干活的时候仔细点，他看起来不好糊弄，一次干好，免得返工。行，之前听说她是林总的女朋友，我还以为他不管事，过来嘛装装样子、镀镀金，好升职的，或者是代表过来跟我们要点这个，所以呢我就多加点钱，回头大家都好做嘛。没想到他来真的，而且看起来好像能做主。林总，他们厂的副总经理，就长得很帅那个，不然还有谁？真的假的？我听说他有甚远的背景啊。我也是听厂里人说的，谁知道呢？嗨，这来了。你今天怎么没出去和林总吃饭？今天林总特别忙，一整天都没见到我。晚上他被区里喊去吃饭，好像有啥大人物来吧。我说呢，今天怎么有空来跟姐妹们吃饭？原来是男朋友不在啊！你这话说的好像我重色轻友一样。行啊，你要是不重色轻友的话，周六跟我们去周庄玩。周六我要去他家吃饭，陈阿姨已经准备好食材了。那我们改时间，周日也行啊。周日也有一点点小活动。我料到你重色轻友，没想到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了。那是你们约的太晚了，今天已经周4了，陈阿姨买的海鲜都到了。下周末2天我都跟姐妹们一起玩。那你要说是雨华约你的哦，别说我。
毕竟林总天天看到我。西光固然重色轻友，但你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水开了，下面条了。你慢点吃，喝点果汁。你又买了？这个有果肉，好喝。对了，我问你们件事，公司里是不是有人说我跟林雨森的事情？肯定有人说，但是还好啊，就是议论几句，这也很正常嘛。琪琪和技术部的小哥哥谈恋爱，还有人议论呢。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？我今天不是去工程部跟施工方谈合同嘛，他们走的时候在门口闲聊，被我听到。他们说什么了？就暗示林雨森对我徇私吧。关他们屁事啊！你明明多干了活，之前加班也最多，还徇私呢，我还觉得林总过分呢。就是徇私不应该是不干活光拿钱吗？你明明腿都快跑断了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别生气，我也没生气。那，给，真的？真的啊。首先呢，他们这么说，说明我杀价到位了。其次，我琢磨了一下，我的资历好像是浅了点。让我负责这么一个项目，我们林总的确不清白，他被人说应该的。对哦，你这个逻辑非常正确，不清白的应该是林总，是吧？哎呀，没办法，我得为了我们林总的清白加油，把事情做得无可挑剔。以后你们可别说我重色轻友了，我刚刚拒绝了我们林总的夜宵邀请，我说我在跟姐妹们吃泡面。什么？你说邀请英姐与她一起？那也不行，居然想收买我闺蜜，你打错算盘了。我们坚贞姐妹情，夜宵不能移。手下留情啊，姐妹，夜宵可以移的。请3位小姐移步下来吧，我就在公司停车场，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过来点，过来点。快上车，快上车！快上车，快上车！哇，西光，你们平时约会就这么偷偷摸摸吗？感觉好刺激，就是心跳有点快。我们没有啊，是你自己一下楼就开始莫名其妙的鬼鬼祟祟左看右看，带得我跟雨华也开始鬼鬼祟祟起来。对啊，你到底在心虚什么？啊？我？有吗？那我检讨一下。你刚刚说有什么好消息？今天去区里开会，被领导们叫住，问了很多光伏行业和我们公司的情况。听说我们要建一个光伏建筑一体化示范性建筑，区里非常感兴趣，让我们赶紧递交资料上去。如果符合要求的话，可以申请补贴。真的吗？其实王主管也去问过了，暂时还没回应。如果真是这样，太好了。那我明天再重新整理一遍资料。完蛋了，我们西光越来越工作狂了。林总啊，我们给的价格真的是有心价了。你们公司的小姑娘真的太会砍价了。光伏行业不好做，每一笔都要精打细算。谢谢平总对我们的支持了。我们什么时候开工啊？具体定在哪一天？咱们宜早不宜迟。我刚刚跟林总看了看日子，周4就是环道吉日，一栋楼开工。好，到时候在开工仪式上，
有2位园区的领导要过来，还有2位远道而来的神秘嘉宾。我们新式堂采用的是传统屋顶加装光伏系统的方式，流光花园呢比较不同，是把光伏板作为建筑材料的一种融入到整个设计中，最大程度的利用太阳能发电，使整个建筑达到绿色节能的效果。这个是我们流光花园的概念宣传册，你有空可以看一下。来这边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园区分管科技和工业的任主任。这位是我们双园股东之一无锡远程集团的江总，你好。你好。这位是南京成瑞建筑设计事务所的沈总，你好。您好。欢迎欢迎欢迎2位来苏州投资。哎。没想到食堂和小花园还专门搞了个开工仪式，这么隆重，来了好多人。正常，人家装修过房子还有开工仪式，我们好歹是造房子。也对。这2个一看就很牛的姐姐是谁啊？张总说的神秘嘉宾。要不你叫他们阿姨。西光，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？看这里，建筑光伏一体化是一种将太阳能光伏。张总，时间差不多了。好，今天我是主持人，我先上去说2句，抛砖引玉。待会儿请任主任上台为大家做指导发言。张总啊，客气了。今天我非常的荣幸，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，迎来各位领导、各位嘉宾，共同见证流光花园和双园厂区食堂的开工仪式。我仅代表公司，向各位来宾表示由衷的感谢。8年前，双园落地苏州这个美丽的城市。张总啊，接下来我还有其他工作安排，就不多待了。那我送送任主任和毛局。李三，你好好招待江总和沈总，带他们参观我们工厂。好，那麻烦林总了。不过林总毕竟工作繁忙，要不然找个员工带我们就行。这个小姑娘我看着面善，能不能麻烦她带我们参观一下？行啊，小聂，你和林总一起带着我们嘉宾参观公司吧。好，我把画栏放了进来。好。好神奇哦！嘉宾居然一眼相中，你和林总带他们去参观公司，为什么呀？难道？应姐，其实我一直想跟你和雨华说，这就是传说中的 CP 感。啊，你刚刚说要跟我和雨华说什么？暂时没有了。啊？王总留步，你先忙吧。好，那就不送礼了。电池和组装生产线，好几年前我就看过了。这次想重点看看实验室。实验室在电池厂里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我最感兴趣呢，就是这个流光花园。哎，西光，我听小林说这个项目全由你负责啊？没有，我就是整合了一下资源，设计跟施工团队都是现成的，太阳能发电系统呢又有技术部门负责，我主要起个跑腿作用。你看，还谦虚上了。短时间内整合这么多资源，把事干好，
这还不了不起吗？哎，舅妈，你们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呀？你偷偷摸摸的，在工地突然从车上下来，吓了我一跳。我和你妈学你啊？学我啊？学你在宴会上吓我一跳。吓你一跳？给我惊喜。西关跟我提过，你们技术部负责人说他非常出色。刚刚流光花园的开工仪式，为什么没看到他？华总性格直率，不太喜欢这些台前的场合。他嫌浪费时间。哎，林总，您怎么来了？你们华总呢？我早上跟他说过，下午要带贵宾来参观实验室。老大在实验室呢。哎呀，他又忘了跟我们说了。我去找他，你们先坐。我手机呢？哎呀，我手机呢？快帮我找找我手机，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林总跟张总。不是，老大，林总人来了，就在这儿呢。在哪儿啊？这儿。林总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我们实验室没关系，都是自己人。我们实验室的光电转换率又提高了0.5个点。真的？数据稳定吗？反复测试了很多次，看浮动没有超过0.1。我们去实验室。好。你们这个花总也真是的，说什么也不肯出来跟我们一起吃饭。我还想问问他光伏建筑一体化关于技术方面的细节呢。这个时候，花总大概恨不得一天24小时待在实验室里，肯定是叫不动的。BIPV 的技术方面，阿姨你可以先问一下西光，他可不光是整合资源，技术方面的书也读了不少，现在起码在应用方面已经非常精通了。他是这样的，要么就懒懒散散什么都不干，一旦干点什么，就一定做到最好。你们两个不要自卖自夸。不过舅妈，你有问题可以先问我，粗浅的我可以解答，要是有拿不准的，我去帮你问华总吧。行，我看你们宣传册上写的啊，你看，流光花园光伏板总面积达到460平方米，月发电量是4000多度，这个发电量稳定吗？你们这个建筑比常规建筑成本上浮了多少？小林，你们这个 PERC 技术从实验室转化到实际生产，还能保持这样的转化率吗？肯定会下降一些的。不过 PERC 技术的一大优势就是它的稳定性，我们预计会保持在20%的水平上。有这个技术在手，双远未来可期。不好意思，路上堵车。张总，快坐。来晚了。我们也刚到一会儿，这家餐厅是你推荐的，等着你点菜呢。那我就不推辞了。来，这家店的松鼠桂鱼那是一绝，必须来一条。然后小油上壶。399，我在外面吃饭。卤鸭。盐水河虾。我知道了，谢谢399提醒我。好，我去上海的话跟你说。这个，桂花鸡头米。你舅舅找你去上海啊？对。最后一人一碗3虾面，来，你们看看还有什么？够了够了，我们节食呢，这些已经吃不掉了。也是，如今不比年轻时候胃口了，就这些吧啊。伊森，刚刚你舅舅给你打电话，是不是跟你说双元股份转让的事？是。我刚来的路上也听到了消息，我看你不用避讳什么，直说吧啊，江总和小聂早晚会知道的。知道什么呀？
跟我们有关。小林外公把双远的股份转让给小林，需要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。难道希光爸爸不同意？一路上一直心事重重，是因为股份转让的事情。我没想到我爸会反对，为什么呀？难道还是因为我跟你谈恋爱吗？可是他明明已经知道当年事情的真相了呀。希光，我觉得你不应该因为这件事情烦恼，更不应该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。无论你爸爸出于什么原因反对，他都是在行使股东的合法权利。而且你可以放心，外公既然把话已经说出口，按照他的脾气和秉性，就一定会完成。那好吧，那看看情况再说。其实相比起来，我觉得有件事情更重要一点。什么？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连名带姓的叫我林雨森了？这样会显得我们很生疏，阿姨们可能会对我的合法地位产生怀疑。哎呦，我好像是喜欢这样叫你，那叫习惯了吗？所以，这个小习惯可以改一下。可以是可以，可是这样的话，你就少了2根木头。少了2根木头会怎么样？你就不完整了呀。你好像试图用歪理邪说说服我。那我说的不对吗？当然不对。嗯，1根木头都没有少，只是被聂小姐藏在了家里。那好吧，我知道了，下次再改。还要等下次？对，我先走了。那一点乌云密布，那点弯弯曲的路，曾经只站在角落的我，想试着在你身后，再错过，再等多久，只因你而心动。是穿过了人海匆匆，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，紧紧抱，紧紧拥，想守住你温柔笑容。天阴了，天沉了，天黑了，不过就是场雨而已。推开窗外，有晴空万里，总会有我有你，总会有我有你。聂总，下季度营销策略报告会安排在9点，会议时间大概1小时，10点出发去新太湖医院做检查。检查先取消。江苏商会的陈会长10点半到公司来，你中午在里湖宴订个包厢。好，下午2点董收。你今天在不在公司？我有事找你。进来。聂总，江总来了。江总今天怎么有空过来视察业务？
你不必上来就这么阴阳怪气。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来意是什么，你心里应该清楚。我又不是你肚子的蛔虫，我清楚什么？叶总，加入，请用茶。谢谢。那我就直说了，盛老爷子要把双远的股份赠与林雨森，你为什么不同意？西光跟林雨森谈恋爱，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他去盛家那个宴会，你知不知道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们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？那天正好我没有去，要是去了，我的女儿没跟着爸爸，却跟着舅舅出现，别人会怎么看我？你就是因为这些你来质问我，该问的不是你自己吗？我从来都没有阻拦过你跟女儿来往。嘴上说的好听，平日里也不知道跟女儿说些什么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女儿长大了，有自己的判断力，你不要把自己的问题甩到我头上。行了，我不是来跟你说这些的。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同意股权转让的？当然不是了，你当我是什么小肚鸡肠的人？我是在商言商，有个硅料厂商出了个好价，想要完整收购双远，我正打算说服盛远把双远卖掉。若是盛远转让给了姓林那小子，这笔买卖就做不成了。光府这2年是很难，但是聂总应该不是短视的人，熬了这么久了，眼见黎明将至，在这关头卖掉双远。哎，谁也不是傻子。国家是出来一些政策，但并不如预期，市场反应冷淡。下一轮政策何时来，力度如何还是未知。况且，科技企业有多烧钱，你心里没数。之前股份在盛远手里，有盛远在背后撑着，资金不愁问题。现在盛老头子嘴一张，把它送给了林雨森，林雨森哪有钱去做后续的产能扩张？以后光伏行业就是大鱼吃小鱼，没有盛远做后盾，双远走不远。所以无论卖不卖，盛远这手转让都损害了我的利益，我当然不能同意。哼，聂总真有趣。当年你我都是草根起家，如今你发达了，就开始唯资本论成败了。不说远程，如今光伏行业几大巨头，哪个不是白手起家？你凭什么认为双远在小林和西光的手里就走不远？你叫的倒是亲热。你知道林雨森是什么人？就那么放心女儿跟他谈恋爱？你这话说得对，这方面我的确识人不清，所以我不干涉女儿的选择。总之这件事你就别管了，集团的决策就是这样。下一阶段集中精力在地产上，光伏未必做不起来，但是哪有房地产稳妥高利润？看来你是执意要脱手了。既然这样，不如卖给我吧，免得你还要去说服盛远。市价多少，我照单全收。啊，当然，记得把你欠双远的工程款要扣掉。你打算出来做光伏？我没这个打算，但是女儿在双远干得正起劲，我不想让你给她泼冷水。你卖给谁不是卖，我收了也是一样，就当我送给西光的一个礼物了。我不过在商言商，你这样一弄，倒显得我不近人情，唯利是图，里外不是人。你还在乎这个？你这几个词用的也没错，叶总倒是很了解自己。行，既然你要做这个好人，在女儿面前表功，趁得我这个爸无情无义，不如干脆就好妈妈做到底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你不是还留有一些远程的股份？你要双远的股份，就拿你远程的股份置换，差额的部分我现金拨给你。我留的那点股份，
不过是作为创始人之一留的一点念想。没想到你连这都容不下，要把我彻底扫地出门。你这么说就没必要了，在商言商罢了。况且你已经脱离了集团，该拿走的也拿走了，对公司也没贡献，留着也没意思。我有没有贡献，不是靠你来评判的。但是你要觉得我没有贡献，我也不介意，反正不影响公司每年要给我分红。你不情愿，我还更高兴呢。西光对光伏行业有兴趣，我给他收购一家不算难事，不是非要双远不可。你怎么还奇货可居起来了？居然要挟我！聂总啊，聂总，我劝你别让自己陷入死局。你不同意盛老爷子转让，就得自己吃下这些股份。但是你不想吃又吃不下，那后面怎么收场？我不知道你跟盛博凯打的什么主意，但是你这么为他冲锋陷阵，枉做小人，到底对自己有什么好处？还是说，你就是想用这种方式，在女儿面前彰显一下为人父的权威？如果是这样，那到时候你可别倒打一耙，把女儿和你越来越不亲近的原因怪到西光和我的头上。走了。江总，我们去哪儿？你绕着公司外面开一圈吧。王律师，你明天有时间吗？看我新头像，藏好了。剩下的也需要晒太阳。妈，在做什么？在画图什么的。西光，妈妈昨天找你爸爸，沟通了下双元股份转让的事情。爸爸怎么说啊？他为什么反对？他说他不想再耗费精力在其他产业上，正好有上游的硅料厂商想要完整的收购双元，所以他想说服盛元一起出售股份。如果盛元把股份转赠给了小林，那小林肯定不会卖。
这笔买卖估计就黄了。这个时候出售双远，这也太没有远见了吧？他的判断我不想评价，不过我向他提出了收购他手上所有双远的股份。妈，你好财大气粗的样子。那爸爸同意了吧？这样他都不用去说服盛远了。不，他拒绝了，甚至说除非我拿出远程的股份置换。他怎么这样啊？这太过分了吧！凭什么卖给别人可以，卖给你就要有这样的附加条件呀？你不要答应他，你一定要拒绝掉。我当场就拒绝了，但是回来后，我却突然觉得这也许是个好主意。习光，妈妈刚刚见了律师，我决定把我手里远程的股份全部出让给你爸爸。妈，不行，你别冲动，你不要因为我们的事情损害自己的利益。宇森那边他其实是打算后面去搞医学研究的，不会在双远。反正这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的呀，你真的别冲动。哎呀，我电话里跟你说不清楚，你等等我。我本来打算明天回家，但我现在就回去，你等我啊。那一点乌云密布，那点弯弯曲的路，走走停停数不胜数，爱才不那么仓促。昨天下的雨停了吧，今天暖阳正浓，曾经只站在角落的我，想试着在你身后，再错过，再等多久，只因你而心动。是穿过了人海匆匆，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，紧紧抱，轻轻拥，想守住你温柔笑容。是越过了阻碍重重，此刻想是的是你眼眸，不退后，不怕寒冷的冬，阳光只似你也似我。梦远了，梦醒了，梦碎了，不过就是场梦而已。醒来街上有灯火通明，身边有我陪着你。天阴了，天沉了，天黑了，不过就是场